大家好呀，欢迎来到本泰克频道。这期视频呢，我们不聊科技，我们来看看科研啊。关于这个2024年到2025年这个最新的关于丹麦这个博士的工资啊与福利的这个大揭秘啊，我会通过这个薪水啊，包括这个丹麦的基本福利啊，我们通过这个视频啊，给大家做一个比较详细的讲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关于这个博士雇佣与职位的这个概述啊。丹麦的博士啊，它跟这个其他国家还是有比较大的不同的。首先，丹麦的博士是正式的雇员，就是拿的是那个工作签证，但是它是属于学术工作签证，它跟普通的工作签证又有点不区别。区别就是它那个薪水啊，没有普通工签那个要求那么高。然后一般情况下，它是签订3年的全职工作合同。然后呢，每周呢，这个可以重点啊，就是他工作37小时，对吧？超过这个时间之外的事情呢，对吧？你不干，老板不能强迫你做任何事情啊。所以说理论上这个工作压力并没有很大。然后呢，他申请的要求呢，首先你一定要有一个关于至少是2年的这个硕士学位啊。这时候那种1年的硕士学位啊，可能在丹麦可能并不太接受啊，因为丹麦欧洲这边的话，他可能还是更接受这种传统的硕士。这边硕士好像丹麦本地的硕士就是2年了，没有1年的。然后呢，他这个如果申请之后呢，可能还需要接受试用期啊，跟这个绩效考核。这个绩效考核可能很难讲，看老板。这个试用期呢，可能跟丹麦一样，对吧？你可能头3个月，对吧？如果是头3月试用期开掉你，可能不用赔太多钱，对吧？跟其他的普通劳工没有太多区别。然后呢，它也是受到丹麦这个劳动法的保护啊，这不仅有工资，对吧？这个福利、养老金跟其他的外部的这个普通员工啊，也没有太多区别啊。总体来说，跟大家都一样，说明这福利就是还是不错的。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博士的薪资部分啊，这是根据这比较新的数据来更新了一下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我们先看这个图表吧，图表可以看到，对吧？这个它是根据啊这个用户啊或者是这个申请者，他根据他有没有工作经验，如果他有1到2年或者3年以上的工作经验的话呢，他的薪资啊是基础薪水是有稍微高一点的涨幅的，可以看到在绿色的柱子就会稍微高一点，但是可能就2-3千块钱或者是的差别并不是特别的大。像博士的税前工资啊，可能在28,900到35,000克朗，这个呢是不包括养老金的。所以说，比如说现在是29,000，对吧？这养老金，对吧？比如说拿个5,000，比如哥本哈根大学的博士薪资大概就是34,000克朗，对吧？这就是根据这个上面这个推算出来的。但是如果你有的理工科的专业可能稍微贵一点的话，你比如说你拿个35,000。对吧？你再拿一个5,000的薪水，它每学期啊，甚至每年啊，它都是会有个1-2千的递增，到最后毕业的时候可能会42,000，刚入学的时候可能是个34,000、35,000左右，可能就每个学期都会涨一点。这不同经验的博士的工资啊是略有不同啊，这市场数据啊，我觉得应该是跟市场基本上吻合的，我也是做了一些调研啊。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丹麦的博士啊，跟其他国家的博士的对比啊，还有这个而且我还看了一下这个关于博士后啊，这个他们不同之间的区别啊。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数字吧，对吧？我们看一下丹麦的大概是29,000到35,000，对吧？这博后大概是30,000到47,000，对吧？这个是应该是带那个不带那个养老金了，带养老金的话，这博后可能就过5万了，然后这个差不多5万左右。这个带上养老金可能4万左右，这可能是比较合理的一个预估。美国呢，可能大概是3万到5万，对吧？一年大概可能是4到6万美金吧，可能不是特别多。然后呢，但是丹麦这个工资水准呢，还是高于德法英啊。但是丹麦的税可能稍微高一点，但其实其他国家的税并不便宜。我们通过到图可能更清楚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蓝色的这个柱子上是博士的薪水，这个绿色柱子是博士后的薪水。我们可以看到丹麦这个不管各个国家，首先这个博士的薪水会低于博士后，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丹麦这个博士薪水啊，一骑绝尘啊，基本上属于这各个国家中比较高的，在这个几个主要国家中。然后这个博后的薪水呢，也只是比美国低一点，美国的博后薪水会有个比较大的一个增幅啊。然后这个博后的薪水呢，可能德国其次可能稍微德国高一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丹麦的这个博士啊，在全球是非常有竞争性的，对吧？这个毕竟这个工资在这儿，对吧？可能对人才的吸引力是比较强的。另外这个博后呢，这个虽然是这个薪水比美国稍微低一点，但是呢，它应用的社会福利比较好，所以这部分我觉得也是 cover 得住这个美国这个多出来这一部分，因为美国城市生活成本并不低啊，你整个人自己还得买保险买医保。好，我们来再看一下这个税收与实际到手的收入啊，这个部分大家可能也是非常关心的，对不对？
首先，丹麦的个人所得税率啊，大概在36%到50%啊。因为像基础，如果你不超过那个我们叫 top tax， 就是那个超过最高线那个工资的话，就基本上只收基本税率，除去免税额加上其他一通算的话，一般在36左右。这部分是除去养老之后算的，养老是不打税的。然后呢，这个博士税后收入大概在19000克朗。如果是这个按照最低的来算，34000来算话，34000的话是不带养老的这个税前收入。大概可能加一点免税额，可能2万左右。丹麦的生活成本呢，对吧？这租房大概8000到1万，这8000啊，租一个卧室啊，可能是比较好的条件，对吧？如果你接受一点，对吧？5000、6000也租得到，对吧？所以说这可以省一点，可以在这里。如果你是家庭的话，已经结婚了或者已经有小孩的话，你要是租一个整的公寓的话，1万估计租不到，估计得12000到13000，都比较紧张。如果你能租到学校的一些博士公寓的话，可能12000能租到，可能会稍微好一点。除此之外的话，市场价格是偏高一点的，可能13000、14000都不好说。如果是你要整租一套公寓的话，像这种8000啊，可能就是个比较好的房间的一个价格。市场价8000比较容易租到，5、6000得碰运气啊。关于食品、交通以及日常开支啊，这个4000到5000，这个交通一个月最多1000，如果你住的比较远的话，20公里左右的话，1000块钱月票。然后如果你是这个住的比较近的话，2个3个区可能就400块钱，对吧？如果你要天天骑自行车特别近，对吧？那就是不花钱，对吧？但是你住1000比较远的话，其实如果它有一个那个远距离抵税，抵完税之后其实也就400-500块钱，其实住远其实无所谓，就是通勤会时间高一点。然后吃饭其实并不是特别贵啊，一个月一个人2-3千块钱吃好，如果自己做啊，2-3千块钱是比较充足的。如果你经常去外面吃，那另外说那多少都不够花。其实那个因为在外面吃饭非常贵啊，一顿快餐可能就得80到150啊。学校的快餐可能得80，你要在外面点一个什么餐车上，可能就得120、150。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税前的工资啊，这个可能有34000，税后呢可能就直接变19000了。所以大家就谨慎花钱啊，这个钱好挣也好花。好，我们再看一下丹麦博士的这个社会福利啊。在丹麦，大家一直强调就是 work and life balance， 这个非常重要。什么叫 work and life balance 呢？首先就是一周只工作37小时，你不干多，那一定是 balance 非常好。好，我们看在丹麦，首先它不光是博士、硕士、本科生都是提供免费医疗的，即使你是非欧盟以外的人，你在丹麦接受医疗还是跟丹麦人没有太多区别，是一样的。然后博士呢也是享受全额的这个覆盖，然后学校呢可能还会给你买一个额外的医疗保险，这个医疗保险可以用来治疗一些像就是心理咨询啊，包括一些康复啊，这些可以整的保险会稍微快一点。你要找自己医生开，可能开的话可能会稍微麻烦，可能稍微慢一点，或者医生给你开的比较少。还有每年是25天的带薪年假，这个是跟市场上大家都是一样的。但是如果是在企业里面的话，可能是30天带薪年假。然后部分高校可能提供额外假期，可能有些传统的高校可能还会给5天，大概30天的样子。当然你可以跟老板去谈，对吧？但一般这个估计很难谈下来，最多30天。一般25天是法定的假期。产假、育儿假这个跟普通的人是一样的，对吧？如果你是家庭带孩子啊，这孩子在那边上学都是没有任何问题啊，非常的好啊。也小孩念书，幼儿园可能会贵一点，你要上学的话可能不会花太多钱。养老金的缴纳比例是17.1%啊，其中2/3由雇主承担，这部分就比较特别啊，个人承担可能5%到6%的部分啊。但是呢，如果你是可以，因为你是没有到那个就是超额的薪水，所以说你没有特别多的税情况下呢，你可以去选择就是让雇主把你的多交那部分养老金啊直接打成你的工资给你。然后呢，你可以跟学校的秘书说一下，这个是操作起来没有什么太多的难度，而且挺好的，钱拿在手里嘛。如果大家以后不打算长期居住在丹麦的话，也可以选择一个特别的养老金的方案，就是提前在交养老金的时候把税给交了，最后拿走的时候可以直接拿走。这个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案。如果你没有确定已经在丹麦长居的，未来要在丹麦长居的话，尽量选择这个方案。我们也看到这个关于养老金啊，这个贡献在不同的国家，在欧洲不同国家的比例啊，可以看到丹麦还是比较高的。但是如果是私人雇主的话，可能会非常低啊，比如说5%，就是国家规定的最低线，这是可能是比较常见的，对吧？这种是16%、17%还是非常高的。我们再看这个丹麦的博士的优势与挑战。丹麦的博士这个薪水很高啊，福利很完善，非常适合长期的学术发展。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可能坑位会比较少，对吧？竞争非常激烈，因为你看到这个，大家也看到这个丹麦给出的这个博士薪水啊，在全球都非常的有竞争力，对吧？所以说大家要积极的去申请，跟老板去沟通好，对吧？我的优势是什么，对吧？路我比别人好，对吧？你跟说服你老板就行。
还有要考虑到这高税收与生活成本。其实相对于美国，美国生活成本也蛮高的。丹麦生活成本就是医药啊、吃饭啊，其实还好，包括住房啊也还行，就是工资是盖得住的，而且可能还有几千块钱盈余，还能出去转一转。合同也比较稳定啊，这边轻易不会开人的。科研压力比较大，这怎么说呢？到哪博士都得卷一卷，对吧？但是对比国内的情况下，丹麦的这个薪水，对吧？这个工作强度，每周37小时，你要想多干呢，自己干也没有任何问题，我觉得还是比较合理的。这个科研压力大也不是特别大，可能对欧洲人比较大。如果对中国的学生来说，我觉得就是九牛一毛，还是相对来说可以控制住的。然后，如果大家希望在国际学术环境中去发展的这个博士生，对吧？丹麦也是非常好的国际平台，对吧？像丹麦的哥本哈根大学，对吧？还有DTU 丹麦科技大学，还有一些像稍微远一点的，就是南丹麦大学，还有奥胡斯大学，还有等等其他院校，对吧？还有很多知名院校，我就没有全部提及了，大家有兴趣都可以来尝试申请一下。好，这期节目也做到这里啊，希望大家点赞、评论、关注、点亮小铃铛。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呢，可以在留言，对吧？我们也会考虑去继续做其他的关于其他国家的这个博士的一些这个数据跟信息的这个节目啊。拜拜。